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豌豆不要再炒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个豌豆的新吃法，加4个鸡蛋，不用炖，不用炒，出锅松软香甜，比蛋糕、面包还要好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斤豌豆，因为这几天过年很难买到去皮的豌豆米，所以只能买到这种带壳的。我们在买这种带壳豌豆的时候，一定要买这种皮比较老而且比较饱满的，这样豌豆米才会比较大颗圆润。我们把豌豆米剥出来，剥这个豌豆非常的简单，用手掰住一头，给它开一个口，然后再掰开，豌豆米就出来了。再把豌豆米剥下来，把剥好的豌豆米放入大碗中。1斤的带壳豌豆只包的这么小半碗，全部包好后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豌豆米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。清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。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将它打入豌豆米的碗中。全部打好后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搅匀后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加入200毫升纯牛奶，选择果蔬功能，给它打成豌豆汁儿，尽量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打好后再倒入大碗中，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分次少量的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因为我的豌豆比较多，鸡蛋和牛奶加的也比较多，所以面粉我们就多加一些。那如果豌豆和鸡蛋、牛奶没有这么多的话，面粉我们就要酌情调整了。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粘稠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20克红枣，再加入20克葡萄干，倒入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让褶皱里面的脏东西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。你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状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方形的模具，在底部放上一张油纸，再倒入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后，再撒一些白芝麻和黑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，而且做出来的造型也会更加好看。再放上一点青红椒丝点缀，这样会增加一点口感和层次。全部放好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就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彻底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松软。里面的气孔排干净以后，
再加入红枣和葡萄干碎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红枣和葡萄干完全融入面糊里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再把模具取出来，把面糊倒入模具中，不要装太满了，7分满就可以。再用铲子把表面整理平整。整理好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再撒上一些黑白芝麻点缀一下，然后再放上一点蔓越莓干，这样会更加好看，而且口感也会更加的好。像视频中这样横着一排一排的放。全部放好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豌豆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颜色翠绿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揭开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稍微放凉后，用刮刀划一下周围，这样方便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底部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有红有绿，还有黑白，看着就很香。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再给它翻一下面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松软。再给它切成小块，这样方便食用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准备一个盘子，把它放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豌豆发糕就做好了，嫩绿的颜色非常漂亮。咬上一口，有豌豆淡淡的清香，奶香味也比较浓郁，看一下非常的松软。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青红丝在里边，非常点睛，口感特别好，增加一些口味和层次。这款发糕更适合凉着吃，比热的时候更有味道，口感也更好。头一天做好，第2天作为早餐非常合适，一点不比面包和蛋糕差，而且营养又健康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